难道真的通往地狱吗？你相信地狱之门吗？这是大叔在鬼水洞亲身经历的一幕。我就这么解锤的，当弹琴子的这种高发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他们说是鬼踹的脚迹。此洞位于鄂湘交界，多年来不知吞下多少生灵。我们受邀采集部下标本神降数百米，相机记录的一幕竟让所有队友彻夜难眠。怎么出的骨头啊？他吃有怎么出？接下来跟随我的视频，体验一把九死一生的探险之旅。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鬼水洞的洞口。这个洞呢是一个小水洞，它两边都是山崖。哇，曼珠沙华，这个又叫彼岸花啊。现在正是它出叶子的时候，它如果开花的时候，这个叶子全部会谢掉，特别的湿冷，感觉走到这个峡谷里面呢，就让人不寒而栗。这里还有木材，还有火堆。收到，请说。那老人说在洞里面经常听到像弹琴一样的声音。那什么？那么可怕。对的，对的。弹琴？有弹琴的声音，在我身后也是一个洞。特别清楚。几个人都在往洞口深处前进。当地老人在里面听到了弹琴的声音，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看这个石头的纹路，非常的奇特，看着像月牙一样。这是怎么形成的？这个里面极有可能会出现化石。这种洞子一般都是非常的深，而且在夏季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水流灌进来，因为这所有的岩壁上面完全没有一点基土。洞到了一侧，发现了一个小水潭，这个水潭里面有很多骨头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山羊的骨骸，有可能是附近的这个山羊啊，给冲到这里面来了。这里也有骨头，每个水潭里面都布满了骨头。还有这里是什么？地上的石头是琳琅满目，一般这种从地表水冲进来的石头呢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岩层。如果是出水洞呢，它的岩层比较单一，一般都是变质岩呐、石灰岩这种。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玄武岩呐、石灰岩呐、变质岩呐等等，非常的多，而且有一些瓦砾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水潭里面出现这个生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因为上游如果是有人养鱼，这些鱼呢冲到了洞中，就会变得非常巨大，有时候还会发出怪叫。这个里面并没有什么人为遗迹，有可能古人根本就没有到这么深的深度来。这像一坨煤呀，是不是非常像？从这边过来，这个上面出现了一个水溶的大树井，现在是它的底部，在底部还能发现一些农药瓶子，说明这个树井的上面是跟地表水相连的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水流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。这个下面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我们看一下，有2-3米高啊，这个要不深。这里是这个鬼水洞的第一道断崖，这个断崖在这里呢，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回旋，有可能夏季的时候水流在这里会形成巨响，所以当地人听到这里面发生雷鸣般的声响，有可能就是这个水流撞击岩壁的声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安全装备继续下降。这前面依然是一个小断崖，现在需要开线不深。这个上面有一个裂缝啊，20多米高，而且上面有滚落下来卡在这个中间的石头，这种我们一般不要碰它，它有坠落的风险。马老师已经，马老师已经挂在身上。他这一小步是人类科研的一大步。好，我们等马老师下降吧。2位队友已经成功到底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水潭的周围呢，它是没有其他洞道。现在平均乙正在往洞道深处前进，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的方式。我们从这边过来呢，这里是个干河坝，冬天很大。我们现在继续前进吧。这个河水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根本不知道它的流向是往哪边。
哇，好大的洞厅呐、全是这样雾蒙蒙的。这个洞厅可能有40多米高。现在它的主动道应该是往左手边去的，看着像一道符，就是那种道家的符咒，看起来非常的像哈。这是一坨积雪石，很大一坨。这边就像一个溜槽一样，像小孩子玩的滑滑梯。但是我们千万别这样滑下去了，滑下去了是爬不上来的。丢个石头测一下深度啊，不用测，5米，看得到底。这里看到底了。哪里？哪里啊？来，这小腿，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断崖，来听一下响。哦，中间还有一个潭，你听那个水溢出去的声音。咱们从这里直接跳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并不深。这也是一个水流消失的地方。哇，上面好高，这里可能有50多米。哇，这里很高，哇，这里高。丢个石头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竖井吗？大竖井。我的天呐，大竖井，20多米吧，也不是大竖井。这里必须要布绳了，这里下去了就爬不上来。要布绳。这里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准备继续下降。这一段下去有20多米吧，可以看到那个前面还是非常的幽深，依然是这种大裂缝。这个岩壁呢被水流冲刷的非常的光滑。我们从那个上面降下来，这里绳子刚好够，这里又是一个小水坑，水在这里变成了伏流，但是这边依然是有洞道的。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小洞口。这个上面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洞道究竟延伸到哪里去了。哇，这里有很多这个白腹巨鼠的粪便，上面长满了真菌。到石门，我们要跨越这道石门，开启新的征程。到了这里了，出现了新的转折。这里我原本以为是它的上游，没想到这个水啊，它是在这里注满了之后啊，继续向着这个岩石裂缝里面延伸的啊。从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，然后呢前面的断崖这样看起来深度未知，我们继续开线，继续布绳。看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汉白玉与石灰岩的交融，形成了这种像文字一样的神秘图案。这个上面玉质通透，像什么动物？队员全部到齐了，我们这时候做好了安全点，准备继续守降。这个下面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咱们现在正在进行守降。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个像腰子一样的潭，降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前面又是一个潭口，但是目前这样看起来还不知道它的洞道继续往哪边延伸的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。穿越了这个小石门，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安全点，看一下下面是一个潭口，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什么情况，宇哥？这算是黑漆漆的，看不到底。哦，那我们可能迎来了进入鬼水洞最大的一段升降。这里好像是有个暗道，这个暗道打光外面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哦，那是相通的哈。对。啊，可以。哇！芝麻开门，找到了突破口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坛子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狱之门究竟通向何方？难道真的通往地狱吗？坐到平台上面，这个平台就从这里搞，就进入这个狭窄的裂缝。这个缝是非常的狭窄，可以看到。哇塞！过去了，他终于过去了。我已经突破了这个潭口，在这里做了保护站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哇，是个无底黑洞。再看上面，是一个通天竖井。这里上下的落差非常大，而且洞厅也是非常大的。
我们现在继续开线，继续向下面走，降了几十米，我们来到了中间一个平台，下面依然是无底黑洞。我们现在继续往下开线。我的队友坏小蚱蜢也跟上来了，我们继续下降，这里依然是看不到底的。我们是从那个亮光的那个地方降下来的，哇，好大的洞厅呐！现在我们处于了这个阎王厅的底部。这个应该就是鬼水洞的最深处了吧？哇，龙头！这里发现了龙头。这边是采石铺路啊，这都是水流从地表带进来的石头，各式各样的材质都有。现在呢，队友正在下降。哇！刚刚咱们看到的龙头呢，实际上是一个腐木。它的主动道是往左手边这么过去的，可以看到洞腔依然是非常的高，然后这个洞腔的宽度也明显扩大，差不多是15米宽，20几米高。地上这里这时候出现了很多泥浆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坍塌，而且有大量的水可能在前面曾经形成过堵塞。就让这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，外面流的水，如果是那种山洪的话，还有浑水的话，它就会在这里进行沉淀，所以这些泥土就是这么堆积在这里的。看这个石头上面有这种远古的冰臼，这下去全是断崖，都要徒手下。哇塞，这个洞不容易啊！鬼水洞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断崖，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绿色的湖泊，就是一个小水潭呐，电筒放在里面非常的好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等开好线了之后继续下降。这里过去一片黑暗。雪底下有一张蛇皮的，哇，真的，这个，而且这里还有这种小型植物，是蕨类植物，在如此深的洞穴底部，居然还发现了生命的痕迹，而且还有一点翠绿翠绿的。过来了，哎呀，在前面。哇，好大空间！我们在这个大厅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布满了冰臼的水冲石，看这个上面好多窝窝啊！说这种窝窝里面可能会有黄金哦。看，好漂亮的石头。哦，这个算是仙草了吧？在几千米深的这个天坑底部，居然发现了白化山呢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盲布甲，这是非常罕见的这种，这个很少见哈。盲布甲这种东西，它是一个群体。如果我们看到一只了之后呢，绝对还有它的同伴存在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来，快！找到了一个盲布甲群。这个盲布甲，它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分布，但是在这么深的洞穴里面呢，发现盲布甲的身影还是第一次。哇，真的很少见这个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们的群主。